我是小天，欢迎回来。春节了，很多人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给自己买一台新的 iPhone， 慰劳一年来辛苦的工作或者学习。在今天的视频里，我准备了5个很有用的小技巧，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你手机的能力。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第一点就是检查自己 iPhone 的保修期。手机的保修期，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很在乎的，毕竟 iPhone 可都不便宜。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查自己的手机是否还在保修期内？在购买的时候是不是给它添加了 Apple Care？ 保修的范围能够涵盖哪些服务？其实这些信息我们都可以直接在 iPhone 上看到。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打开设置，然后在通用可以看到一个关于本机，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有限保修，点进去。如果你和我一样没有购买 Apple Care， 那在这里就能够看到有限保修这几个字。而这个有限保修其实就相当于是苹果提供给消费者们的一个自带的质保，它的有效期是购买 iPhone 后的1年，它可以保证在这个1年范围内，如果你的手机产生了任何因为它制造而造成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帮你免费进行维修。那一旦过了1年，像我这台也就是到22年的9月25号之后，就相当于这个保险就失效了。如果你在购买 iPhone 的时候同时也购买了 Apple Care， 那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关于你 Apple Care 的所有信息，包括到期的那个日期。Apple Care 的有效期是2年，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就可以涵盖每年2次的意外损坏。相当于苹果很聪明的在这里给了自己第2次赚钱的机会。如果你用手机比较大大咧咧，又经常手滑，然后手机坏的时候想以一个比较划算的价格把手机修好的话，那我觉得 Apple Care 是比较适合你的。第2个功能是提早打开低电量模式。大家都知道电池一直都是 iPhone 被诟病的一个缺点，特别是上一代的 iPhone 12，充电慢就算了，电池容量还特别小。那今年在 iPhone 13上续航是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我相信肯定还有不少朋友在外出不能充电的时候，这手机是用的战战兢兢的。虽然有个低电量模式，但是要到 20% 的时候它才会自动打开。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提早自动打开吗？办法是有的。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去到一个叫快捷指令的程序当中，然后在这里有一个创建个人自动化的选项，往下滑动就可以看到电池电量。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百分比，那我就选择 40%， 然后在下面等于升至和低于时得选择等于或者低于。如果选择高于的话，那就意味着当你电池电量低于这个选项时，低于这个百分比的时候，它反而就不会打开低电量模式了，就会很尴尬。那我就选择等于 40%， 然后点击下一步。下一步里需要做的是添加操作，我们可以在搜索当中打低电量几个字，它就会跳出来设定低电量模式，我们选择它，点击下一步。这里有个运行前询问，如果你想它在打开之前还是和你确认一下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打开。如果你觉得没必要，直接自己打开就可以，那你就可以把它关掉。那我们在这里点完成，就可以看到这个设置已经完成了。这部手机现在电量低于 40% 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打开低电量模式。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快捷指令来设置一个在某个特定时间自动打开低电量模式。操作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样，我们先选择添加一个快捷，创建个人自动化，然后选择特定时间作为这个参数。我们把时间设置成晚上的20点30分，在重复上就选择每天，然后选择下一步。同样在添加操作的地方打入一个低电量，我们就不用一个个去找了，然后点击下一步，点击完成。这样每天在晚上8点半之后，手机也会自动打开低电量模式。第3点是自定 Safari 浏览器的初始页面。打开 Safari 浏览器，滚动到最下面，点击这个编辑按钮，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个图像背景图像再点开，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作为 Safari 浏览器的初始页面的背景图案。这里还有个加号，如果点开之后，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图片作为背景。那我就选择这个绿颜色作为背景。接下来这个是微距模式，是 iPhone 13 Pro 机型独有的一个功能，它默认呢是自动打开的，所以当你拿着相机靠近某个想要拍的物品，如果靠得很近，
即使你自己不希望，它还是会自动打开这个微距模式。所以有时候这个功能反而会让用户很烦。那怎样才能把它关掉呢？我们要做的也是一样，首先要去设置，然后向下滑动，找到相机，然后继续向下滑动，在微距控制这里就可以把它关闭或者打开。那怎样确认这个功能是关掉或者打开的呢？我们可以去相机拍照这个功能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这个小黄花，它亮着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微距功能是开着的。如果你觉得它很烦，你不想用它，你只需要在拍摄时点一下它，这时候微距的效果就被关闭了，这是开启了微距，这是没有开启。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使用这个微距开关，大家的系统要升级到 iOS 15.2 以上，所以如果你没找到这个功能的话，查一下自己的版本是不是还没有升级自己手中的系统。最后一个功能也是关于相机的，就是现在 iPhone 拍照可以设置一些预设的风格。那打开也很简单，首先我们进到相机，然后在顶部这个小箭头点一下，可以进入到相机的设置，然后就能看到这个像是3个连续的小方块的图标，点击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预设的滤镜，有标准，有高对比度、高饱和度、暖色调以及冷色调这5个预设的滤镜。在选择想要的滤镜之后，还可以调整色调和色温这2个选项，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设置完成之后，就可以正常的摁快门来使用你刚刚调好的这个预设的摄影风格了。设置的风格会一直保持有效，直到你选择另外一个风格，或者是回到标准状态下。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5条使用 iPhone 的小技巧，希望能够对刚买新 iPhone 的你有一点帮助。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一键3连。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